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南衙北衙之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唐朝往往被视为最辉煌、最开放、最充满自信的巅峰时代。然而，就在这个诞生了李白、杜甫曾经万邦来朝的伟大帝国的后半段，却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也最令人窒息的政治惊悚剧。如果你翻开中晚唐的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个曾经威震四海、口含天宪的大唐天子，不仅失去了对庞大帝国的控制，甚至连自己的生死存亡、皇位更迭，都完全掌握在一群连身体都不完整的家奴、宦官的手中。在唐朝后期的9个皇帝里，有2个被宦官谋杀，有7个是宦官直接拥立的。皇帝在宦官眼里，就像是可以随意废立的傀儡。而伴随着皇权衰落的是一场持续了近100年的残酷政治绞肉机。这场斗争的一方是代表着国家正统官僚体系、熟读圣贤书的宰相和朝廷命官，而另一方则是皇帝的家奴，掌握着大唐最精锐禁军的太监。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南衙北衙之争。今天我们就来深度硬核地拆解这段历史。唐朝的政治到底是如何从贞观之治的清明，一步步演变成一场无休止的宫廷政变的？大唐帝国的权力天平又是如何从职业军人和正统官僚的手中彻底倾斜向了太监？要理解这场惨烈的斗争，我们首先要把目光拉回到大唐建国之初，去看看所谓的南衙和北衙到底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在唐朝的首都长安，皇宫的布局非常特别。无论是早期的太极宫，还是后来的大明宫，宫城的南面都是国家政府机构的办公所在地，比如我们熟悉的3省6部。保卫皇帝和这些国家机关的是唐朝的国家正规军，也就是著名的16位。这16位的将军和士兵白天在南边的衙门办公站岗，所以他们被称为南衙或者南衙禁军。南衙禁军的士兵来源是唐朝初年非常成功的府兵制。所谓的府兵，就是平时在家种地、农闲时训练，战时或者轮到自己值班时，就自带干粮和武器去服役的自由民。南衙禁军的指挥官是朝廷的将军，最高统帅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上，南衙禁军的调动和管理深深地嵌入在唐朝的整个官僚体系之中。它代表的是国家的武装力量，是一支职业化、正规化的军队。那么北衙又是什么呢？皇宫的北面通常是皇帝的私人生活区，是后宫，是皇家园林。这里的守卫任务，皇帝是不放心交给南衙的国家正规军的，因为南衙的将军们在朝廷里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如果哪个将军或者宰相起了谋反之心，直接带着南衙禁军从南门杀进来，皇帝连跑的地方都没有。李世民自己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在皇宫北门杀了自己的亲兄弟，夺取皇位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皇宫北门安全的重要性，所以皇帝必须拥有一支绝对只忠于自己和朝廷官僚没有任何利益瓜葛的私人武装，驻扎在皇宫的北门，也就是北衙。这就是北衙禁军的雏形。在唐朝初期，比如唐太宗时期，南衙和北衙是处于一种非常健康的制衡状态的。南衙禁军兵力雄厚，多达10几万人，负责对外征战和守卫京城，而北衙禁军人数很少，比如著名的百骑、飞骑只有几千人，他们都是从民间精挑细选出来的神射手和壮汉，纯粹就是皇帝的私人保镖。这时候的权力天平是稳稳地压在南衙这一边的。太监在这个时候真的就只是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的后宫服务人员，没有任何政治和军事权利。那么这个完美的平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打破的呢？第一道裂痕出现在制度的崩塌上。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随着国家承平日久，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老百姓失去了土地，破产了，自然也就没有钱自己购买武器去当府兵了。府兵制开始走向崩溃，南衙禁军因为招不到兵，实力开始大幅度缩水。有些南衙的将军甚至把手下的士兵当成免费的劳动力，让他们去给自己盖房子、干私活。南衙禁军逐渐变成了一个空架子。
而与此同时，皇帝对官僚集团的猜忌却在加深。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大肆打击李唐宗室和老派门阀士族，他越来越觉得朝廷里的那些宰相和将军不可靠。于是他开始大规模扩充北衙禁军，用金钱和优厚的待遇招募雇佣兵，把北衙的飞骑扩充为万骑。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府兵制彻底名存实亡，国家全面转向了募兵制，也就是花钱雇人当兵。玄宗进一步强化了北衙禁军，成立了左右龙武军。这时候，北衙禁军不仅人数上超越了南衙，装备和战斗力也形成了碾压之势。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玄宗朝最大的问题是，为了防御边疆的游牧民族，他把国家绝大部分的军事资源都投放在了边疆，设立了10大节度使。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外重内轻。边疆的安禄山手里握着10几万身经百战的虎狼之师，而长安城里，南衙禁军已经是老弱病残的仪仗队。北衙禁军虽然装备精良，但长期在太平盛世里当少爷兵，根本没有实战经验。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郫鼓动地来，惊破霓长羽衣曲。安禄山的叛军摧枯拉朽般地杀向长安，唐玄宗带着皇室仓皇逃往四川。在逃亡途中的马嵬驿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唐朝政治走向的事件——马嵬驿兵变。保卫玄宗的北衙禁军哗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逼死了杨贵妃。这件事给唐朝的皇帝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皇帝突然发现，原来就连自己亲手招募、亲自发饷的北衙禁军，在生死关头也是会背叛自己的，甚至会拿着刀逼着自己杀人。安史之乱不仅摧毁了唐朝的繁华，更彻底摧毁了皇帝对常规政治体制的信任。太子李亨在05提前登基，也就是唐肃宗。肃宗在战火中重组朝廷，他环顾四周，武将手握重兵，拥兵自重，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安禄山。文臣手无缚鸡之力，在乱世中根本保护不了自己。在这个至暗时刻，皇帝发现自己唯一能信任的，只有那些没有家世、没有后代、生理上有缺陷、社会地位极低，只能像寄生虫一样完全依附于皇权生存的群体——太监。于是，一个叫李辅国的太监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肃宗收复长安的过程中，李辅国不仅负责照顾皇帝的起居，更开始参与军机大事的决策。肃宗甚至让李辅国去统帅一部分禁军。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家奴开始掌握兵权了。但此时的太监依然只是皇帝的工具，皇帝利用他们去监视武将，去压制文臣。真正让宦官彻底垄断军权，让北衙禁军变成宦官私产的，是一支名叫神策军的部队，以及一位在绝望中走向极端的多疑皇帝唐德宗。神策军本来并不是禁军，它最早是唐玄宗时期在西北边疆设立的一支戍边部队，用来防御吐蕃的。安史之乱爆发后，神策军被调回内地平叛。由于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逐渐成为了朝廷平叛的主力。后来，随着吐蕃的入侵和国内藩镇的叛乱，神策军几经辗转，最终被调到了长安附近，担负起了保卫京城的任务，正式成为了北衙禁军的核心。到了唐德宗时期，发生了一件堪称唐朝命运转折点的事件——泾原兵变。唐德宗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皇帝，他一开始非常讨厌太监，登基之后就疏远了宦官，试图依靠朝廷的宰相和正规的大臣来削夺地方藩镇的权力。结果，在平叛的过程中，路过长安的泾原镇士兵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赏赐，突然在长安城内发生哗变，直接攻打皇宫。唐德宗惊慌失措地逃出长安，在逃亡的路上，他回望身边，那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高谈阔论的宰相和文臣们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些拿着朝廷俸禄的正规军将领，不是投降了叛军，就是按兵不动。是谁在这个时候坚定地站在他身边保护他呢？是宦官窦文昶和霍先明，带着一小部分残存的神策军死死护驾。在奉天这个小城里被叛军围困了几个月，经历了生死劫难的唐德宗心里发生了彻底的扭曲。他得出了一个绝望的结论：
什么国家制度，什么文臣武将，什么士大夫的忠诚，全都是狗屁。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背叛皇帝的，只有太监。因为太监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离开了皇帝，他们连一条狗都不如。于是，在金元兵变平息，德宗重返长安之后，他做出了一个疑惑无穷的决定，将神策军的最高指挥权正式交给了宦官。他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窦文场和霍先明担任。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灾难性的时刻。从这一天起，皇帝把国家最精锐的中央军，也是自己身家性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交给了家奴。北衙禁军正式变成了宦官的武装。不仅如此，唐朝还设立了枢密院，由宦官担任枢密使，负责传达皇帝的诏令。这就意味着，宦官不仅掌握了枪杆子，还掌握了笔杆子，把持了国家最高决策的机要。至此，南衙和北衙的权力天平彻底翻转。南衙的宰相和6部官员依然代表着国家的正统，他们负责收税、修河、管理民政，但他们手里没有一兵一卒。而北衙的宦官手里握着10几万装备精良、待遇极其优厚的神策军，掌控着皇帝的视听。此时的宦官已经不再是任皇帝摆布的家奴了。当一个群体既掌握了绝对的武力，又垄断了最高权力的通道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从权力的附庸变成权力的主人。从唐宪宗开始，大唐帝国进入了最荒谬的时代。唐宪宗李纯是唐朝中后期最伟大的皇帝，他任用贤臣，平定了各地的藩镇叛乱，创造了元和中兴，差点就让唐朝再次伟大。但他晚年脾气暴躁，经常责打身边的宦官。结果就在他马上要彻底削平藩镇的时候，被手下的宦官陈弘志在深夜里暗杀，一代英主竟然死于家奴之手。而更可怕的是，暗杀皇帝的宦官不仅没有被诛九族，反而因为拥立了新皇帝唐穆宗，加官进爵。这彻底打破了封建伦理的底线。宦官们突然发现，原来皇帝也是可以杀的。只要掌握了神策军，谁当皇帝还不是我们说了算。从此之后，唐朝的皇位更迭完全沦为了北衙宦官内部派系斗争的战利品。他们今天拥立一个傀儡，明天觉得不听话了，就下毒毒死，或者直接乱棍打死，再换一个更年幼、更听话的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南衙的士大夫阶层难道就没有反抗过吗？当然有。这也是南衙北衙之争最惨烈、最悲壮的部分。南衙的文臣们从小读的是孔孟之道，学的是忠君爱国。在他们眼里，宦官干政是违背天理人伦的毒瘤。他们试图利用皇帝对宦官的厌恶，一次次发起反击。这就是为什么唐朝后期会爆发出那么多起针对宦官的宫廷政变。每一次都是年轻的皇帝试图联合南衙的朝臣去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其中最著名、最血腥也最具毁灭性的一次，就是发生大和9年，也就是公元835年的甘露之变。当时的皇帝是唐文宗李昂。文宗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他无法忍受自己像个囚犯一样被宦官监视，于是他秘密联络了南衙的大臣李训和郑注，策划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清洗行动。李训和郑注并不是传统的清流士大夫，他们是靠投机钻营上位的狠角色。但文宗看重的就是他们的狠毒，因为对付拥有10几万大军的宦官，靠写文章和讲道理是没用的，必须用刀子。他们的计划非常大胆，在皇宫外围的左金吾卫大院里埋伏几百名刀斧手，然后在早朝的时候谎称左金吾卫大院里的石榴树上降下了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是巨大的祥瑞，皇帝一定会派人去查看。文宗计划派当时势力最大的2位宦官头子，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和于弘志带领太监们去查看。只要这群宦官一走进金吾卫的大院，埋伏的刀斧手就关上大门，将他们斩尽杀绝。然后文宗顺势夺回神策军的兵权。计划的第一步进行得非常顺利。早朝时，文宗听闻有甘露降临，便命令仇士良等人前去查验。
裘世良带着几十个大太监，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大明宫的含元殿，走向了位于南衙的金吾卫大院。生死就在这一线之间，如果裘世良走进去，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但也许是大唐的气数已尽，就在裘世良快要走到金吾卫大门的时候，一阵微风吹过，吹起了院子里用来遮挡的帐幕。裘世良那双在宫廷斗争中历练出来的独眼，敏锐地捕捉到了帐幕后闪烁的刀光，以及埋伏在里面的士兵的杀气。他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陷阱。裘世良大惊失色，转身就跑。李训见事情败露，大喊一声：“来人，杀太监！”埋伏的南衙禁军和官员们立刻冲了出来，一场在皇宫内的追逐战爆发了。裘世良拼了老命跑回了含元殿，对着文宗大喊：“宰相谋反了！”然后他根本不给文宗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让太监们把文宗强行塞进轿子里，抬着就往北衙的深宫里狂奔。李训带着人一路追杀，甚至砍断了皇帝轿子的木头，但最终还是让宦官们把皇帝抢回了北衙。一旦皇帝落入宦官手中，整个局势就彻底反转了。因为宦官掌握了皇帝，就掌握了法理上的最高统治权。惊魂未定的裘世良立刻下达了冷酷无情的报复命令。他派出装备精良的神策军，从北衙呼啸而出，杀向南衙。南衙的那些老弱病残的守卫根本不是神策军的对手。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长安城内上演。神策军冲进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见人就杀。无论你是宰相、尚书还是普通的书吏，全部成为了刀下之鬼。整个南衙血流成河，国家6部衙门为之一空。不仅如此，裘世良还下令封锁长安城门，挨家挨户搜捕李训等人的党羽。李训、郑注以及包括宰相王衙在内的几位南衙最高长官全部被抓获，并在长安的街市上被腰斩灭族。连他们的家人、亲戚甚至朋友都被牵连斩首。这场甘露之变，死难的朝廷官员高达1000多人。大唐帝国最核心、最精英的官僚集团被太监们一网打尽。甘露之变后，南衙被彻底打断了脊梁。从此以后，南衙的宰相和官员们见到北衙的宦官，不仅要低头哈腰，甚至很多官员为了升官发财，甘愿认宦官做干爹。而唐文宗呢？这位试图重振朝纲的年轻皇帝，被软禁在深宫之中，连和外人说句话都要看宦官的脸色。他曾经绝望地问身边的学士：“你们看我像古代的哪位君王？”学士为了安慰他，说像周赧王、汉献帝。文宗流着泪说：“周赧王和汉献帝受制于强臣，而我受制于家奴，我连他们都不如啊！”几年后，唐文宗在无尽的抑郁和屈辱中郁郁而终。甘露之变标志着南衙北衙之争以北衙宦官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宦官之祸在唐朝后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他们不仅控制了神策军，还向各地的藩镇派驻了宦官监军，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特权网络。但是极度的权力必然带来极度的疯狂，而极度的疯狂最终会引来毁灭。宦官们虽然控制了朝廷，但他们并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他们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最终引发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黄巢起义。黄巢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唐朝的中央神策军也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被打光了老底。这个时候，一个更可怕的势力崛起了，那就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军阀。历史的车轮滚到了唐朝的最后一位有实际意义的皇帝唐昭宗时期。昭宗不甘心做宦官的傀儡，而南衙的宰相崔胤为了彻底消灭宦官，做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决定。他偷偷联络了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也就是朱全忠，请求朱温带兵进京诛杀宦官。朱温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公元903年，朱温率领如狼似虎的藩镇军队开进长安。不可一世的北衙宦官们在面对真正的职业杀人机器时显得如此脆弱。朱温将宫廷内外的宦官无论老幼全部集中起来，总共700多人，在1天之内屠杀殆尽。
持续了上百年的南衙北衙之争，终于以一种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了。太监被杀光了，但唐朝也走到了尽头。因为请神容易送神难，宰相崔胤以为引入朱温可以恢复南衙的权力，但他太天真了。朱温杀光宦官之后，立刻就把屠刀挥向了南衙的朝臣。他不仅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还把南衙的高级官员集中在黄河边的白马驿，一夜之间全部杀光，并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史称白马之祸。几年后，朱温逼迫唐哀帝禅让，大唐帝国正式灭亡，中国进入了更加混乱残暴的五代十国时期。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禁感到一种深深的荒诞和悲哀。南衙北衙之争，表面上看是职业官僚和皇帝家奴的权力斗争，但其实质是古代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极端后产生的一种无法治愈的政治癌症。皇帝为了防范合法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南衙威胁自己的皇权，刻意扶持了一个非法的，只依附于自己的私人武装，也就是北衙。皇帝以为只要把权力交给那些身体残缺、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就能获得绝对的安全。但权力是有其自身逻辑的。当武力不再受制于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当家奴掌握了可以杀死主子的力量时，所谓的主仆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笑话。皇帝为了摆脱官僚体系的束缚而创造出的怪物，最终反噬了皇权本身，不仅囚禁了皇帝，杀戮了大臣，更埋葬了那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大唐帝国。这就是权力的反噬，也是家天下政治永远无法跳出的历史周期率。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